你是不是觉得只有去大城市才能赚到大钱？留在县城的同学都在啃馒头，明明招聘软件上全县的平均工资明明白白的写着才2、3千块钱，连最基础的双休和社保都不一定能保障。但你过年回家，放眼望去，几十万的奔驰、宝马满大街跑，工作日下午3点的高档茶楼里挤得连个落脚的空位都没有，周末人均好几百的高端私房菜，甚至得提前2天预定。那帮看起来天天不用上班打卡，花起钱来比月薪几万的一线白领还要嚣张的县城阔少们，手里的真金白银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现在的县城啊，早就不是你记忆里的样子了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数据，如今县城里接近70%的家庭已经买了房，58.5%的家庭有了车，1半以上的县城消费者都是有房有车无房贷的状态。他们不用每个月把1半的工资交给房东，不用挤2个小时的地铁上班，朝9晚5下班，还能回家吃口热乎饭。你在大城市月薪1万，扣完房租水电剩5千，人家在县城月薪5千，全是可支配的收入，谁的生活质量更高一目了然。这也是为什么喜茶、奈雪、优衣库这些曾经只在1线城市开店的品牌，现在拼了命的往县城跑。他们比谁都清楚，县城的消费力早就起来了。以前县城人想喝杯喜茶得开车去省城，现在家门口啊就能买到。这种消费升级的时间差，就是普通人最大的赚钱机会。最近几年啊，光是靠做山姆代购，在县城就赚出了1套房的人不在少数。还有那些在县城开美容院、瑜伽馆，客户全是不用上班的全职太太，几千块的热玛吉说做就做，几万块的年卡眼睛眨都不眨一下。很多人会问啊，县城既没有大厂，也没有金融中心，这么多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其实县城的钱不是凭空变出来的，而是有3条源源不断的输血管。第一条就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。根据财政部2025年发布的数据，当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总额超过了10万亿元，其中呢大部分都流向了中西部的县域。你看到的县城高铁站、新医院、新学校，修这些的钱啊都来自这里。这笔钱很大一部分直接变成了公务员、教师、医生的工资。这些旱涝保收的群体，就是县城消费最坚实的底盘。一个50万人口的县城，财政供养人员加上退休大概有2万多人，就这2万多人和他们的家人，就能养活县城商业街60%的生意。第2条输血管是外出打工的血汗钱。全国有近3亿的农民工，其中大部分来自于中西部的县城，他们在长三角的工厂、珠三角的工地打工，每个月寄回家的钱是很多县城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。我老家一个 GDP 380亿的县，每年外出务工的人员寄回来的钱就有50到60亿，差不多就占了全县 GDP 的1/6。每年腊月，县城银行的队伍能排到门口，那些穿着沾满尘土外套的老乡，取了钱就去买年货、买汽车，这是县城1年中最热闹的时候。第3条输血管是养老金，别小看这笔钱。县城里啊有一大批退休的教师、公务员和国企工人，他们的退休金每个月3000到4000、6000到7000不等。这些老人自己花不了多少，大部分钱啊都补贴给了自己的子女和孙辈。全县几千个这样的老人，每个月加起来呢就是上千万的消费，养活了社区门口的药店、菜市场、小卖部。过去10几年啊，县城最猛的造富机器是土地财政和城投公司，但现在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。未来县城的发展啊，不能再靠卖地，必须靠实实在在的产业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很多你看不起的小县城已经垄断了全球的某个细分产业。山东曹县的橡胶助剂产量占全球的70%以上，山东平度的假睫毛占全球供应量的70%，国际超模脸上戴的假睫毛基本上啊都是从这里生产的。县城的房租和人工成本只有大城市的几分之一，再加上数字化的工具，工厂啊可以根据网上的搜索数据提前生产爆款，把工业和互联网的红利都吃透了。那些逃回县城的年轻人正是看中了这些机会，他们没有像父辈一样进工厂或者是考公务员，而是用在大城市学到的互联网技能降维打击。有人做本地生活账号帮商家推广，一个月赚2、3万；有人开直播卖家乡的农产品，把几块钱1斤的水果卖到了几10块；有人用红光 mini EV 改造成移动咖啡车、鲜花车，在县城广场上摆摊儿，一天啊就能赚上上千块。根据上汽通用50 2016年1月的数据，红光 mini EV 上市5年累计卖出了185万辆，其中70%的销量来自于3、4线的城市和县城。它不仅解决了出行的问题，更催生了一大批新的创业形态。除了成本套利，县城啊还有一个大城市没有的优势，就是人际红利。在大城市获客要花很多钱投广告，但在县城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。你对一个顾客好，他会帮你介绍10个顾客。你要是坑了1个人，第2天半个城的人都知道了。这种人情味是算法永远替代不了的。当然，县城也不是天堂，这里的产业呢相对的单一，机会没有大城市多。这里是熟人社会，做什么事啊都要讲关系，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回县城。如果你喜欢热闹，追求事业的快速发展，大城市更适合你。如果你厌倦了内卷，想要安稳的生活，或者是有一技之长能够利用互联网赚钱，县城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大转移，从过去集中发展大城市转向现在的城乡融合发展。大城市代表着中国经济的高度，而县域经济撑起的是中国经济的广度和深度。未来的增长机会不会只集中在少数几个超级都市，而是会分散到千千万万个县城里。那些都是能提前看懂这个趋势，抓住县城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机会的人，将会成为
为下一批站在风口上的人。没有绝对的好地方，只有适合自己的地方。只要能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过上想要的生活，就是最好的选择。